巡警前一秒还在为处理臭气投诉发牢骚，可下一秒就差点被屋里射出的花生米直接送走。尽管巡警喊来局里的所有弟兄支援，却也搞不定屋里的枪手。直到紧急出动了反恐特警，第20小组先是包围了房屋，然后无死角向里面发射催泪弹。很快就有2名手持 AK 的枪手被熏了出来。可是最诡异的事情还在后面。别看这哥们手无寸铁，像个疯狗，但他力气大的简直吓人，甚至电击枪对他都起不到任何作用。辣椒水喷在男人脸上也完全免疫，最后还得是好几名队员一起出手才勉强制服了他。而男人之所以如此威武霸气，就是因为吸入了屋里的迷幻药，这可不是市面上的普通货色。因为队长洪都一眼就认出了瓶子上的标记，这玩意儿叫火箭燃料，20年前泛滥于整个洛圣都，数百名吸食者因它过量致死。本来已经销声匿迹了20年，却没想到又突然冒出来了。制作火箭燃料的这小子叫拉罗伊斯 ，A.K.A. 毒尸倔，20年前就从警方的手里逃掉了，道上都在传他靠火箭燃料赚了几千万，所以毒尸倔重出江湖，看来是存款花完了呀。可是这小子的行动轨迹很神秘，就连缉毒组也掌握不到他的任何线索。本来反恐特警只是抱着查查看的态度，锁定了这个靠一首歌火起来的说唱歌手，因为他的歌曲名字就叫毒尸倔，歌词里全是关于吹捧毒尸倔的相关内容，而且还有很多私密的细节。看来他很了解毒尸倔嘛。更过分的是，他竟然只靠这首歌就住上了豪宅，开着豪车，带着名表，这明显已经超出了特警队员们的认知。他们一致认为这小子就是个毒贩，可真到了抓捕时却又是另外一回事儿。没想到这哥们儿竟然花高价雇了几个持枪暴徒来给他看大门，还真是够嚣张的呀！眼前这个睡衣宝宝就是他了。没想到他竟然十分配合的让手下放下了枪。Damn, y'all looking to get cheese grated? That's LAPD SWAT, fool! 别看他长得不像什么好人，但他确实不是个毒贩。之所以花高价雇人看大门，是因为前几天有帮派成员总是来找他的麻烦，并且威胁他别再唱关于毒尸倔的饶舌歌曲了。带头的是一个外号叫碎炉者的帮派老炮，看来有必要把他抓回来审一审了。但你绝对想不到，人家的安保措施高级得很，不仅有小弟轮流站岗放哨，甚至还配有信号枪。Hey, grandmas, get the gauges. 3名帮派成员分头回家拿枪，结果半路就被特警截停了一个。第2个人本想抄近路，却没想到撞在了特警的脸上，而且挨了一发橡胶子弹，还不老实，非得被揍一顿才服气了。最后一名嫌犯碎炉者成功躲进了奶奶家，还十分孝顺地把老太太送到了门外，然后翻出了事先准备好的枪，朝着门外就是2下子。可这玩意儿换子弹也太麻烦了吧？这难道就是老炮的标志性武器吗？趁这会儿功夫，特警们直接前后包围了他，在碎炉者的老式座驾里发现了一桶50加仑的防腐液。警方猜测这是毒尸倔用来加强火箭燃料药性的，并且还查到碎炉者的妹妹曾是毒尸倔的女朋友，女人的名下有着4处产业，分别在4个不同帮派的地盘上。再联想到之前那所制毒的房子，以及抓捕的3名19帮成员，警方推断毒尸倔是在和19帮合作制毒贩毒。而且19帮地盘上的这家建筑是钢筋混凝土结构，还配有通风系统，那里的地下室简直太适合毒尸倔上班了。但同时问题也来了，这栋楼是一家日托机构，里面有10个儿童和1名老师，店内外和墙角都安装了监控，反恐特警根本不可能强行突入。只见这时候驶来一辆可疑的货车，他们托运的正是老炮车里的同款防腐液，看来是找对了地方，这里就是毒尸倔的实验室。但问题是楼里的儿童该怎么办？队长杰西卡打算以普通人的身份混进去，然后表明自己的身份，以户外玩耍的名义让老师将孩子们全都带出来。可是计划赶不上变化，粗心的老师数了2遍，竟然少了一个小朋友。而偏偏这个时候，又有一名出来透风的嫌犯发现了特警的存在，于是行动不得不提前了。首先，特警们击毙了2名负责运货的小老弟，紧接着就想进去搜寻另外一个小朋友。Be advised, we still got a little girl. 毒尸倔故意引发爆炸，拖延时间，好在特警们都没有出现伤亡。狙击手看到2名毒贩带着小女孩正要从2楼逃跑，洪都和小谭戴上防毒面罩紧随其后，先干掉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喽啰，接着又一枪打在了毒尸倔的腿上，小女孩得救了。洪都义无反顾将自己的防毒面罩给了他，然后下令立刻撤出大楼。但谁知小谭并没有服从命令，他要亲手抓捕毒尸倔，因为小谭的表哥就是吸入火箭燃料死的。Remember my cousin? 说真的，就算小谭现在一枪打死他，外面的人也不知道是啥情况，没人会赖到他的头上。但他最后并没有这样做，因为这是原则上的问题，小谭还是分得清孰轻孰重的。关注巨石，明天接着讲。